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糖醋排骨简单又好吃的做法，不需要炒糖色，也不需要油炸，色泽一样的非常的红亮，教你糖和醋的一个正确的比例，保证厨房小白也能做出好吃的糖醋排骨。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这是我今天花了20块钱买了1斤2两的肋排。我们在做糖醋排骨的时候，最好是选这种肋排，它的肉质比较鲜嫩。接下来我们把排骨剁成5厘米左右的小段，也可以让老板帮忙剁好。全部剁好之后，装入大一点的盆中，然后加入1大勺面粉。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可以吸附掉排骨上面的血水和杂质。像这样用手抓1分钟左右，抓拌1分钟后倒入清水，水的量要没过排骨，然后把排骨表面的面粉清洗干净，多给它清洗几遍，一直洗至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控干水分，捞出来，先装入盆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根大葱，斜刀切成小段，1小块去皮的生姜切成薄片。切好之后，先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加入2个八角，1小把花椒。接下来锅中倒入清水，然后把排骨冷水下锅，焯一下水，加入少许的姜葱和料酒去腥，然后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开之后，把上面的浮沫捞出来不要，浮沫捞干净之后再煮3分钟左右，把排骨里的血水煮出来。煮好之后，再用漏勺控干水分，捞出来，先装入大碗中，然后倒入温水，再用温水把排骨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控干水分，捞出来备用。接下来锅烧热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排骨倒进来，翻炒一下。饭店的做法都是用油炸的，我们在家里做，用少许的油把它炒一下就可以。排骨像这样炒过之后，可以使它的表皮变得紧缩，从而锁住排骨里面的水分，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才会外焦里嫩，而且还可以炒出排骨里面多余的油脂，这样吃起来才不会那么的油腻。最后炒至排骨表面变得微微花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炒出了非常多的油，这时候我们先把排骨盛出来备用。锅中的油把它倒出来，留着以后炒菜用。接下来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加入适量的冰糖70克左右。这时候转最小火，把冰糖炒至融化。这里最好是用冰糖，不要换其他的糖，这样做出来的糖醋排骨颜色才会更加的红亮。我们先用铲子把冰糖敲碎，一边炒一边用铲子敲，这样冰糖才能快速的融化。今天这个做法是不需要炒糖色的，只需要把冰糖炒至融化就可以。因为很多朋友都炒不好糖色，如果糖炒过了就会发苦，那样的话会直接毁掉一锅排骨，而且还会影响你这一天美好的心情。最后把冰糖炒至融化，像这种鲜黄色就可以。然后把排骨倒进来，翻炒均匀。这里一直要保持最小火翻炒，火不要太大，容易糊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再把葱姜、八角和花椒加进来，翻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，再加半勺生抽，
再加入1大勺香醋，40克左右。醋一般我们分2次加，出锅的时候再放1次，然后再次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加入开水，水的量要多一点，没过排骨。然后加入1小勺盐，再加一点点老抽。切记老抽不要加得太多，不然颜色发黑。然后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煮5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看，哇，好香啊！这时候的汤汁已经不是很多了。再用筷子把八角、葱姜夹出来不要，它们会影响美观。看一下，这时候的排骨颜色已经非常的好看了，看起来就已经非常有食欲了。这时候我们再开大火，把汤汁收得浓稠一点。汤汁收浓稠之后，再沿着锅边加入半勺醋，大概20克左右。大家要记住了，做糖醋排骨，糖要大于醋。我这里一共用了70克糖，60克的醋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再撒上炒熟的白芝麻，就可以关火啦。再次翻炒均匀之后，就可以装盘开吃了。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糖醋排骨，颜色红亮，酸甜适口，厨房小白保证也能1次成功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英。夏天到了，要多吃点苦瓜，对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多。但是很多人做苦瓜的时候都是先放盐，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。今天就教你最正确的做法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苦瓜，倒入清水，先用清水把苦瓜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污渍和灰尘清洗干净就可以。苦瓜其实挺娇气的，所以不要太用力的揉搓。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，然后放到案板上去头去尾，然后再从中间对半切开，然后用勺子把苦瓜中间的瓤刮掉不要。这个苦瓜瓤如果比较嫩的话，可以凉拌着吃，我这个比较老了，所以就不要了。最里面这层白膜是最苦的，我们尽量把它刮得干净一点。如果喜欢吃苦一点的，这层白膜也可以保留下来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我们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切的时候要把刀像这样斜着切，这样切出来的苦瓜切面比较广，更加的漂亮，并且更加容易入味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加入1勺白糖。这一步有很多人都是用盐，其实是不对的。用白糖不会让苦瓜变软，保留苦瓜脆爽的口感，同时白糖的甜味还能中和苦瓜中的苦味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。虽然微苦，但是余味清甜。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个小碗，加入1把木耳，加入1小勺白醋，可以缩短泡发的时间，并且泡出来的木耳更加的软嫩。然后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，搅拌均匀。再准备1个去皮的胡萝卜，先斜刀切成小段，再改刀切成菱形片，这样切出来比较漂亮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瓣大蒜，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个小碗，打入2个正经的鸡蛋，加入1小勺胡椒粉去腥增香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把鸡蛋搅散。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把锅中油烧热，倒入鸡蛋液。鸡蛋液定型之后，用筷子快速的划散，这样炒出来的鸡蛋非常的嫩滑。炒好之后先盛出来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木耳也已经泡好啦，
变得胖乎乎的，然后把它清洗2遍，把木耳上的杂质和尘土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捞出来，和胡萝卜放一起。如果有太大的木耳，把它撕成小朵。处理好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锅中倒入1大碗清水，水烧开之后，加入1勺食用油，然后把腌好的苦瓜取出来，挤干水分，直接放到锅里焯一下水。焯水的时间不要太长，30秒左右就可以，这样能去除草酸，也能去除一部分苦味。30秒之后，再把它控水捞出来，装入盘中备用。再把木耳和胡萝卜也倒进来，焯水1分钟左右。1分钟之后，再把它控水捞出来，装入盘中备用。然后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蒜片加进来翻炒，炒出蒜香味。炒香之后，再把木耳和胡萝卜加进来翻炒均匀，炒1分钟左右。1分钟之后，再把苦瓜加进来翻炒均匀。为了保留苦瓜清脆的口感，不要炒得太久，翻炒30秒左右就可以。炒好之后，再把鸡蛋加进来，然后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加入1小勺盐，1小勺鸡精，然后翻炒均匀，炒至入味。这样我们一道非常好吃的鸡蛋炒苦瓜就做好啦。炒的时间不要太长，像这样就可以关火出锅啦。这样炒出来的苦瓜口感清脆爽口，微苦中还带着一丝丝的清甜，里面加有鸡蛋和各种蔬菜的搭配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口感非常的好吃入味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很多人把土豆买回家，不是炒着吃，就是炖着吃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，松软又拉丝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，而且做法还非常简单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盆，打入一个正经的鸡蛋，再加入200毫升纯牛奶，5克酵母粉，1小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和白糖融化。搅匀之后，再加入300克面粉，面粉最好是用高筋面粉，再加入1小勺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然后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一开始可能会比较粘手，不太容易揉光滑，那么我们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面粉颗粒的面团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比较粗糙，但是没有干面粉颗粒。再把它转移到案板上，再用手给它按扁，然后在中间挖一个洞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30克软化好的黄油，再用手把它揉一揉，揉均匀，让这个黄油完全融入到面团里面。面团完全吸收黄油之后，再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揉搓。刚开始如果有一点粘手，可以抹一点食用油在手上，或者是戴上一次性手套，防止粘手，然后一边摔打一边揉搓，这样更容易把面团揉光滑。大概揉个5-6分钟左右，把面团揉光滑，揉成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光滑面团，然后放回到大碗里面，用手压扁一点，表面上再淋上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
这样不仅能够锁住水分，并且发出来的面团更加的有光泽漂亮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半个小时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准备2个去皮的土豆，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土豆最好是选择这种黄心的，更加的软绵好吃。我们尽量给它切得薄一点，这样更容易熟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然后放入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之后，我们打开看看，用筷子戳一下，能够轻松的穿透，就说明已经熟啦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再用勺子把它压成土豆泥，压得越细腻，口感就越好。所以我们尽量多压一会儿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接下来我们给它调味，加入1小勺盐，适量的胡椒粉，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会儿我们的面团也已经发好啦，看一下满满的一大盆，变得胖乎乎的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就说明已经发好啦。然后面板上撒点高面粉，防止粘连。再把面团取出来，放到面板上揉一揉，拍拍细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更加的细腻柔软。揉好之后，再把它整理成圆形，轻轻压扁，然后把它分割成4个大小均匀的小面团。取一个出来，给它揉一揉，把它揉光滑，然后再整理成圆形，把它整理成一个圆溜溜的面团就可以啦。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依次揉好，全部揉好之后盖上保鲜膜，防止水分流失。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取出第1个揉好的面团，用手轻轻摁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大擀薄，擀成一个圆形的大面饼，尽量擀得薄一点，厚度在半厘米以下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烤盘上铺上油纸，把擀好的面饼平铺在油纸上，然后放上我们做好的土豆泥，用勺子给它铺得均匀平整，薄薄的铺上一层就可以。面饼边缘留出2厘米左右，然后再撒上一层大人和小孩都喜欢吃的芝士碎。喜欢吃芝士的朋友可以铺得更厚一点。铺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，然后再取出1个小面团，用手摁扁，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把它擀大擀薄。擀好之后把它盖到芝士碎的面饼上面，然后把边缘捏紧，防止露馅。捏好之后再把边缘压在饼的下面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更加的漂亮。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10分钟左右。像这样就发好啦，体积明显变大。然后用手指给它摁一些小洞洞出来，这样烤的时候不容易鼓包。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表面刷上一层牛奶或者是蛋黄液，再撒上一层葱花点缀。如果不喜欢葱花，也可以换成芝麻。然后放到烤箱里，上下火180度25分钟，也可以用空气炸锅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。哇，这也太香了，表面金黄金黄的，一股浓浓的葱花香味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表面刷上一层黄油更香，颜色也更加的漂亮。一个非常好吃的土豆芝士面包就做好啦。刚烤出来的时候，表皮是酥脆的，非常的香，里面特别的柔软。我们切开来看一下，芝士配上土豆泥真的是太好吃了。
咬在嘴里外皮酥脆，里面软软糯糯的，咸香有味。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，用它来当早餐或者是零食都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谢谢您的支持。